今天沈家老灶能有2000万产值，离不开在座每一位兄弟姐妹的辛苦。沈总牛，沈渊，上来。辛苦了，兄弟，3万块不多，哥的一点心意，拿着。怎么了？嫌少啊？哥，咱当初说好的，技术入股28分成。你说什么？今年净利润800万，28分，我应得的那份是160万，我的160在哪儿？沈渊，2000多人看着呢，有什么事咱下次说。下次说。3年了，每次你都说下次结，年底算，再等等。哥，我等不了了。大家看到了吧？我这个堂弟啊，实在人，不会说话。什么技术入股？沈渊，你跟大家说说，你签过合同没有？没有，没有合同，没有协议，没有任何白纸黑字，你管这叫入股？沈渊，我念着亲戚情分，一直带着你，车间包你吃住，每个月给你开工资，过年发红包，你觉得不够，想要钱？行，去法院告我。这什么情况？唱的哪一出？哥，那批较稠的老泥是谁养的？每年的配方微调是谁做的？掐酒头的手艺是谁教你的工人的？这些年沈家老糙能卖出去，靠的是什么？你什么意思？沈渊，我把话说明白，你就是个翻酒脏的，蒸辽锅旁边拴条狗，天天闻也能学会掐酒头。你以为你是谁？离了你沈家老糟就赚不了了？醒醒酒，别做梦了！这是我今天凌晨3点征收的酒。你疯了！哥，我走了以后，窖池里的菌群没人维护，半年之内你的酒会变味儿，到那天你就知道，到底是你在养这条狗，还是这条狗在养你整个沈家老糙。活的，还是活的。你扔掉的这堆垃圾里，埋着爷爷留给我的最后一张底牌。3万块，够了。沈渊，你这是干什么？3万块，我要承包镇东头那个荒废了10年的废窖洞，租期10年。胡闹，那是镇上的集体资产，你说包就包。再说了，你刚从你哥的厂里出来，你包那个破洞干嘛？正因为是集体资产，闲置10年没人管，我按规矩出钱承包，不合规定吗？这事儿不是钱的事儿。你哥沈国栋现在是镇上的纳税大户，你今天刚在庆功宴上跟他闹翻，转头跑来我这里租地，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刘站长，我租的是一片没人要的烂地，又不是挖他沈国栋家的祖坟，你怕什么？你怎么说话的？废窖洞荒了10年，镇上年年倒贴钱除草拉网，现在有人出3万块接手，你不租，明天我就去县里问问，这笔集体收入镇里为什么拒收？你拿县里压我？钱在这儿，合同你签不签？你非要拿这3万块打水漂，我拦不住你。国栋啊，是我，你弟弟刚才来我这儿了。他非要租，还拿县里压我，我没办法，把镇东头那个废窖洞租给他了。
3万块，10年。让他去，我还以为他能憋出什么大招呢。废胶洞，那地方不是10年前就塌了吗？连个顶都没有。刘站长，这事儿你办得对，他愿意租就让他租。没有设备，没有厂房，没有品牌，一个废洞能翻什么浪？3万块扔进那个洞里，连个响都听不到。你不生气就行。那我挂了啊。你这个弟弟脑子是不是被你今天那杯酒破坏了，跑去租个垃圾堆？他走了反而好。这个厂从今以后每一滴酒都写着我沈国栋的名字。沈渊这个人彻底翻篇了。爷爷，君还活着，10年不养不管，你的君反而在黑暗里演化成了更强的东西。沈国栋，你泼我1脸酒，我就用这3万块、这堆烂泥和爷爷留给我的这块曲，酿一坛你这辈子都酿不出来的酒。这什么味儿啊？跟粪池炸了一样。不对，这恶臭底下怎么有一丝己酸乙酯的甜香？吓死我了！你是这儿的主人？这不可能！你这个破洞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什么东西？己酸菌密度是国标参考值的3倍以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种复合菌群共生结构，我在文献里只见过3次记载，全是100年纪国宝老糟。它的 Shaman 指数绝对达到了4.7，这是国家级老糟的水平。你看够了吗？你不知道你守着一座金山吗？这简直是微生物学上的奇迹。我不管什么奇迹，你是谁？我是农大食品学院的研究生苏婉晴，我来青龙镇做传统发酵田野调查的。你想研究它？想，做梦都想。只要你让我采样研究，我的毕业论文就有救了。可以。真的？你可以研究这里的菌群，但配方和工艺不能外传一个字。我发誓，学术道德我还是有的。我只管显微镜里的东西，你酿你的酒，互不干涉。成交。沈总，是我，黄四。你侄子那个破洞里，今天来了个女的，带了一堆设备，看样子是个搞研究的女人。要不要我找几个兄弟去把她那堆破烂给砸了？己酸菌和挺酸菌的比例失调了，大概是7:1。你怎么知道的？仪器刚刚跑完数据，确实是6.8:1。你这鼻子比色谱仪还准。有这本事，你为什么不去法院告沈国栋，证明你才是正宗的？告他什么？告他偷了我的配方，还是告他把我赶出家门？当然是把属于你的东西拿回来啊！酒好不好不是炒出来的，是酿出来的。我要让所有人亲眼看见，他的酒是兑出来的，我的酒是养出来的。到那一天不用我开口，所有人都会知道谁是沈家真正的传人。空气化学苯异常，有污染源靠近。给我打！我已经录像了，也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你二叔让我告诉你，这镇上没有你酿酒的地方。回去告诉他，我不但要在这儿酿酒，还要让全镇人都喝上我的酒。到时候他的酒往哪儿倒，他自己想。我们走。沈渊，我决定了，我免费帮你做菌群全套数据监测和科学优化。条件呢？我要完整记录伏藏驱魔法工艺历程，作为我的研究数据。成交。
不过，你现在有个大问题，什么？你的粮食从哪儿来？你的高粱呢？李叔，给我来2000斤高粱，1000斤小麦。没有，卖光了。那后面堆的不是高粱吗？满仓都是啊。那是别人定好的。总之不卖给你们。这不是被赶出家门的贾少爷吗？连个落脚地儿都没了，还想买粮酿酒啊？得罪了沈总，这镇上谁敢卖给他1粒米？李叔，我给现钱，加价10%。小渊啊，你别为难你李叔了，不是我不想卖，沈总的单子1年几百万，我得罪不起。他发了话，谁卖粮给你，就断谁的沈家老巢供应商资格。他这是垄断，是恶意竞争。你们走吧，别站在这儿挡我生意。整个镇子的粮商我都跑遍了，没人敢卖。没有粮食，我的菌群实验也没法做。我再想办法去外市进货。外市的粮食水土不同，酿不出青龙镇的味道，而且运费太高，我们根本没钱。发叔，您怎么来了？看看认不认得？粒小皮厚，这是红英子。你爷爷当年用的高粱品种就叫红英子。沈国汉那个王八蛋嫌出酒率低，早给换了。我退休后自己在后山种了几亩。太好了，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老头子跟了你爷爷40年，不打算换主子。我被沈国东裁了，现在无家可归。以后我就住这儿，死也要死在教室边上。发叔，干活，起轿。沈总，自从沈渊走后，新一批酒的出酒率下降了15%，怎么回事？不知道，工艺参数都没变，但发酵就是不正常，而且没事。可是这味道和口感跟以前差太多了。没事，要是装瓶上市，客户肯定能喝出来。勾兑的时候多加点老酒调味就行，记住，消费者喝的是名声，不是味道。明白，我这就去办。火候差不多了，掐酒头。好浓的香气。发叔，您先尝。发叔，怎么样？是不是发酵期太短，味道不对？就是这个味儿，跟你爷爷70几年那坛一模一样，不，更好，菌群更野更猛，层次更厚。哈！沈家老灶活了，活了！天哪，这不可能！数据不对，总值含量、总酸比例远超国标优级标准，这是陈年老窖级别的品质，但只用了40天，学术上是颠覆性的。装坛封口。这批数据简直完美，足够我发好几篇顶刊论文了。恭喜你。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学校？我不走。为什么？我想留下来，我不只做个旁观者，我要看着这批酒上市。你帮我够多了，接下来的事儿会很不好看。沈国东如果知道我酿出了酒，他不会放过我。这已经不是学术研究了。我不撞南墙不回头。那我这堵墙够硬吧？硬，但我想看看墙后面是什么。随你。这不是后山那个破窖洞吗？这女的怎么在那儿？
查一下图片上这个女的是什么来头？对，就是跟沈渊混在一起的那个，我要她全部的底细。停下！都停下！谁让你们在这儿搞生产的？我们在大酿酒家。哼，有人举报你们无证经营，不符合食品生产标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停业整改。刘镇长，我们这还没开始卖呢，没卖就不用管了，等你们喝死人我再管。我们没有进入销售环节，你拿哪条法律查封我？你少废话，贴封条。沈家这小子要倒霉了，刘万和肯定是沈国栋叫来的。我看谁敢贴！你谁呀？妨碍公务是不是？这是省食品研究院开具的传统发酵工艺田野研究项目备案证明，这是我导师林正清教授签字的学术研究许可。窖洞目前属于学术研究场所，不属于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你们不在工商查封范围内，你们的查封依据是什么？适用哪一条款？说出来我听听。你拿个破纸糊弄谁呢？有疑问可以直接联系省食品研究院林正清教授，他是这个领域的国家权威。要我帮你拨号吗？刘镇长踢到铁板了，这女娃娃来头不小啊！行，你们给我等着。渊子，出事了！水管被掐了，镇上贴了告示，说后山管道年久失修，要停水检修。我刚去村东头看了，人家水龙头哗哗流，就停了咱们窖洞这一片。定向断水，刘万和封不了门。沈国成就玩阴的，这帮王八蛋，没水怎么发酵？这酒还酿个屁呀！园子，要不我去镇上闹？闹没用。你要干什么？找水。园子，你疯了！这石头里能砸出水来？我爷爷说过，当年选这里做窖洞，不是因为隐蔽，是因为这山体里有一条天然暗泉。真出水了！弱碱性，富含微量矿物质，这矿物质配比堪称完美。他断自来水，我用暗泉水。他不知道这条暗泉酿出来的酒比自来水高出3个档次。歪打正着，你二叔帮了你个大忙啊！哈哈哈。如果这处水源稳定，你的酒就有了一个绝对不可复制的壁垒。地理标志，沈国栋的工厂再大，也无法复制这条地下泉水。水有了，开工！今天痛快，干杯！渊子啊，你今天砸墙那个狠劲儿，跟你爷爷当年一模一样。当年老太爷教我酿酒，那规矩大得吓人，错一步拐杖就抽上来了。老太爷一辈子清清白白，怎么就养出沈国栋这么个白眼狼？陈叔，喝多了，我送你回去。我到了。今天你怼刘万和的时候，比我的酒还猛。你夸人的方式真奇怪。早点休息。苏小姐，明天方便喝杯茶吗？苏小姐，废药洞的条件太简陋了，我们沈家老灶可以作为你的企业合作方，全力支持你的研究。条件呢？只要你的研究数据共享给我们，实验室、资金，条件随你开，绝对比那个破洞好10000倍。用你们的窖吃做研究，当然，我们可是100年老窖。那你父亲有没有告诉你，你们工厂窖吃的窖泥菌群已经被化学清洁剂严重破坏了，己酸菌含量不到正常值的1/10？你胡说什么？我如果引用你们的数据，课题名字难道叫如何用洗洁精毁掉100年窖坑？转告你父亲，沈渊不是他赶得走的，我也不是你们买得动的。谈妥了？他拒绝了。爸，他还说我们的窖泥菌群被破坏了，己酸菌含量不到1/10。怎么回事？前阵子为了赶产量，下面的人用了点速效清洁剂清洗窖瓷。你个蠢货，难怪最近的酒质一直在降。今天沈世涵找我了，想买断我的研究。你怎么说？
我说你们的酵泥乙酸菌连1/10都不到，别拿洗洁精泡过的池子来恶心我。你不生气？酵泥菌群退化速度加上他手里老酒库存的消耗速度，最多半年。它的品质下降是不可逆的，只是时间问题。急什么？它在自己烂。你比我认识的任何科学家都冷酷。你才认识几个科学家？我现在要做的是把自己的酒酿到，让所有人说不出一个不字。到那天他自己就倒了。不过光是等它烂还不够，我需要一个舞台。什么舞台？让所有人同时喝到我的酒和他的酒，对比着喝。教授，下个月省级品鉴会，我有一个推荐参考的候选人。教授怎么不说话？估计是哪来的劣质酒。教授在想词儿骂人。这酒的酿造者是谁？一个被赶出自家酒厂的年轻人。这个酒的复杂度、协调性、余满长度，在我评了30年的酒里能排前3。教授，仪器分析的数据也很好。不用看数据，这酒不是靠年份堆出来的，是靠菌群、工艺、天赋。这不是工业流水线能制造的，是手工艺人和时间的对话。下个月省级白酒品鉴交流会，我用我的名额推荐他去。沈渊，林教授喝了你的酒，他说能排进他喝过的前3，他推荐你参加下个月的省级品鉴会。省级品鉴会？对，全省的专家和酒企都会去，这是最好的舞台。沈国栋也会去。你怕和他正面交锋？德发说，怕什么？你爷爷要是还在，恨不得把酒背到全省人面前，让所有人都尝一口。酒香不怕巷子深，那是屁话。酒香还得把壶盖打开，让人闻到。你缩在这黑洞里，就算酿出琼浆玉液，谁知道？你不是要让他自己倒吗？去比呀！好，去。倒一杯新批次的酒。半年内，你的酒变味儿。王评委啊，下个月省里的品鉴会，听说有个叫沈渊的年轻人要来，他是我侄子。年轻人不懂规矩，拿些劣质酒去丢人，您看能不能提前把他的资格？沈总，王评委那边回话了，林教授亲自作保，沈渊的参赛资格取消不掉。林老头多管闲事，那我们怎么办？好啊，他想比，我就在全省专家面前把他踩死，让他知道野路子永远是野路子。您的意思是，我也参赛，去酒库把我那坛窖藏10年的特酿搬出来。10年特酿，那是用来……闭嘴，按我说的做。另外，帮我联系几个相熟的评委，提前打个招呼，我要让他的酒1分都拿不到。是，我马上去办。吃点东西吧，明天就是品鉴会了。我爸走的时候，手里就攥着这个杯子。你看杯底，酒不谎，酒不会说谎，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是我爷爷刻上去的。我爸拿着这个杯子，看了沈国栋10几年的谎，他一直等，等沈家老灶变回原来的味道，最后连命都看没了，也没等到真相。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各位贵宾，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各位，请尽情品鉴，感受这岁月沉淀的芬芳。
沈总，这金牌赞助商的排场就是不一样啊！今年的金奖非沈家老灶莫属了。哪里，重在参与。哟，这不是我的好侄子吗？怎么窝在这个犄角旮旯里？好酒不挑位置，好酒，你这连个标签都没有的破坛子，装的什么东西？大家看看，这年头什么人都能来参品了。你那个废弃的小洞洞里出来的东西，有卫生标准吗？有品牌信誉吗？就是啊，这连个生产许可证都没有吧？喝了不会拉肚子吧？我劝你赶紧把这坛东西抱回去，别在这里丢沈家的人。你这东西，怕是连参品资格都通不过。他的参品资格是我给的。林教授，您怎么来了？沈渊是我以学术合作者身份推荐的特邀参赛，资格没有任何问题。沈总有意见，会后跟我讨论。不敢，既然是林教授推荐的，那肯定没问题。我们走。醇厚绵长，回味有沉香。这酒起码有10年以上的年份。确实不错，底子很扎实。有意思，这就开始了。怎么了？这酒有问题？各位来宾，本届品鉴会的盲品结果已经出来了。准备上去领奖。获得本届品鉴会银奖的是沈氏酒业的窖藏10年特酿。沈氏才拿了银奖，那金奖是谁？接下来，我宣布，获得本届品鉴会特等金奖的是9号酒，参绍方是沈渊个人工作室，参号酒名伏藏初酿。这不可能，他连个正规酒厂都没有。就是那个破陶坛子装的酒。我的天，个人工作室打败了沈氏酒业。大家安静，这坛酒让我想起了30年前，我第一次品到真正的传统窖藏浓香型白酒，纯净、浑厚、有灵魂。这是手工艺人和时间的对话，不是工业流水线能制造出来的。你别得意太早，让开！一个品鉴会的奖杯能当饭吃？你以为拿个破奖就能翻盘了？你没有工厂，没有渠道，没有品牌，你的酒永远上不了货架。你拿什么跟我斗？你厂里最新一批酒的投诉量开始涨了吧？你的酵泥菌群在加速退化，老酒库存还能撑多久？半年？3个月？你胡说八道什么？到那一天，你就知道“酒不晃”3个字什么意思。少爷，老爷在天之灵看到了，肯定高兴。沈渊，我们赢了，特等金奖啊！是，赢了第一步，但品鉴会只是让人知道有这坛酒，接下来要让人买得到。那我们下一步干什么？我需要产量，需要渠道，更需要钱。老乡，问个路。老板找谁啊？沈渊的窖洞怎么走？好香的酒糟味儿！你是哪位？省城天宝食坊老板周天宝。品鉴会那天，我就在台下。沈老板，你那坛酒让我失眠了整整3天，
今天我开门见山，100坛，每坛8000，我先给你付40万定金。8000一坛，我的老天爷，40万，这破洞里能飞出金凤凰。周老板，据我所知，天宝食房一直是沈国忠的大客户，你突然跑来找我买酒，不怕沈氏酒业断你的货？我是个商人，谁的酒好我买谁的。你那个特等金奖不是白拿的，我尝了就知道那是真东西。跟你交个底，沈国栋最近那批货口感明显不对，我店里的客人嘴巴尖得很，根本糊弄不过去。我这里是手工酿造，不是工业流水线，100坛我拿不出。你能出多少？一个发酵周期只能出20坛。行，那就先给我20坛，剩下的我等。沈老板，合作愉快。40万啊！我们可以马上扩建窖池，多雇几个人了。先别高兴太早。怎么了？这不是送上门的生意吗？周天宝一直是沈国栋的人，突然跑来转投，有可能是一个套。你是说沈国通指使他来的？如果他付了40万，我们拿去扩建，把资金全砸进去，到时候他随便找个借口取消订单，要求退定金，我们的资金链立马就断了。那我们要把钱退回去吗？不，先交20坛看看。如果他是真心合作，后面的单子自然会来。如果是套，20坛的成本是我能承受的损失范围，就算他不要，酒我也能卖给别人。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了。发叔，少爷，啥事儿？后山红缨子高粱还有多少？够，管够。该给这个洞起个正式名字了。他马上要交第一批货了。是，送去天宝食科。半路给我把酒砸了。开张大吉！好啊，从今天起，沈家酒坊的名号重新亮了。虽然没有大酒店的庆功宴，但咱们心里踏实。来，干杯！周天宝这个王八蛋，敢背着我去找沈渊订酒，生什么气？他一个小破窖洞能翻出什么浪花？20坛酒，今天晚上他就要装车送去省城。这第一单要是让他成了，以后别人都会去买他的酒。那就不让他成。黄四，你带几个人，半路把酒给我砸了。明白。砸了他就交不了货，违约就赔钱，赔完就彻底完了，这叫釜底抽薪。去办，一坛都别给他留。是。动作快点，砸完就撤。哈哈哈哈！你们老板太蠢，每次都用一样的招。当年对付沈渊他爸也是半路截获，老子10年前就防着这手了。来啊，不怕死的上来！直播间的家人们看清楚了，带头砸车的叫黄四，是沈国栋的狗腿子。今天晚上只要我的酒少一滴，你们就是全网的红人。警察马上到。四哥，他录像呢，快走吧。算你狠，走！这就吓跑了，怂包，吓死我了！我这辈子没拿刀砍过人。发叔、孙叔，辛苦了。你没直播啊？这里没信号，开个手电筒吓唬他们。哈哈。挺有，沈老板准时啊。20坛，1坛不少，验货吧。哈哈哈哈！好酒，沈老板，这生意咱们做长了。绝了！这酒香在嘴里炸开了。老周，你这从哪儿弄来的好东西？我尝尝。这味道比国栋酒厂的珍藏版还正。小兄弟，你有多少货？我全包了。你懂不懂规矩？我先开口的。小兄弟，我出双倍价，先给我来50坛。2位老总，别抢了，沈老板的酒
我天宝使馆要独家。沈老板，下个季度我追加200坛，这省城的渠道我一个人给你包圆了。抱歉，周总，独家我做不了，嫌钱少，价格我们可以再谈。不是钱的问题，我现在的窖池太小，产能跟不上。下个季度200坛我交不出货，交不出货，你不会去收点基酒勾兑一下？现在市面上不都这么干？只要味道差不太多，没人喝得出来。别人怎么干我不管，我的酒一滴水都不能掺，我不会为了赶量降品质。好，说得好！现在像你这么死脑筋的年轻人不多了，有底线的人合作才放心。不独家就不独家，200坛你什么时候酿好，什么时候送来，我先付预付款。我用数据模型算过了，最优方案就是向深处挖，利用山体的天然环境扩建，温湿度最稳定。那还等什么？干就完了！出水了！沈渊，快来看，又出水了！水质比外面那条暗泉还要好，甘甜清冽。这是第2条暗泉。太好了，有了这水，扩大产能完全没问题。爷爷选这个洞的时候，到底知道多少秘密？沈渊，镇上有个通知要跟你说，你窖洞那片地被纳入文旅开发项目规划用地了，你的承包合同可能要提前终止。沈渊，通知你一声，镇里刚批了文旅开发项目规划，你承包的那个废窖洞正好在规划用地上，这地得征收，你那个承包合同得提前终止了。沈国栋让你这么干的吧？你别胡说八道，这是镇政府的决定，为了全镇经济发展。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承包期10年。政府征地，你个人必须配合。配合可以，按照合同条款，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我有权又要求3倍补偿。你把补偿款批下来，我立马办。3倍补偿，那得多少钱啊？沈渊，你这是敲诈政府！我这叫按合同办事。你既然代表政府，就带头遵守契约精神。拿不出钱，这地谁也别想动。镇里要征收窖洞。征收？我们才刚开始培育菌群，什么理由？说是镇文旅开发项目，沈国栋想从根上断了我们的路。我拿3倍违约金压住刘万和了，但拖不了太久。文旅开发他们想做旅游，我们就用文化来治他们。林老师，我是婉晴，青龙镇要强行征收废窖洞。胡闹！那里的微生物群体极具研究价值。老师，如果我们将废窖洞及其菌群生态申报认定为传统酿酒文化遗产或者省级微生物保护区，是不是就能用行政保护阻止征收？只要批下来，以后谁都动不了这个窖洞。这个思路非常对，只要进入保护名录，地方政府的普通商业开发规划就必须让步。我们需要多长时间？事不宜迟，你们马上整理窖洞的历史文献、酿造工艺记录，还有现在的菌群数据。我这就去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找人。好，材料我们今晚赶出来。沈渊，你看这里，清代县志里就有关于青龙镇利用天然溶洞发酵酒曲的记载，这就是历史传承的铁证。我把之前测绘的窖洞温湿度素理图打印出来了，跟文献里的发酵条件完全吻合。太好了，历史文献加上现代微生物数据，这份申报材料无懈可击。喝点水。谢谢，放那儿吧。发送成功，林老师那边应该收到了。第3杯了。省里来的车怎么开到咱们这儿来了？带头那个看着像个大教授，他们往废窖洞那边去了。林教授，这里的菌群多样性和活性太惊人了。这窖泥起码有上百年历史，
难得的是里面的发酵菌中完全没退化，是个奇迹。各位，我可以负责任地宣布，这是全省唯一保存完整的百年活性酵坑菌群，它具有极高的科研和文化价值。林老，我们省非遗办立刻启动快速认定程序，材料一报上去，马上挂牌保护。等等，这地方镇里已经规划做文旅项目了，马上就要说保护就保护。这个窖洞如果被毁，等于毁掉一个活的微生物博物馆，谁敢动这里一盆土，就是历史的罪人。行，你们清高，看你们能护到什么时候。刘老板平时多横啊，今天被几个省城来的教授骂跑了。看来这破洞真是个金疙瘩，动不得了。谁说学术没用来着？你帮我保住了窖洞，还上了一把锁，以后谁都动不了这个地方。老沈，你发什么疯？省里把那个破窖洞定成文化遗产了，永远动不了了。动不了就不动，咱们干咱们的。不行，不能让它做大。一旦它的产量上来，我的客户全得跑。还有半年，什么半年？半年后高温季，它的窖池菌群会彻底崩溃，到时候他拿什么酿酒？你比任何科学家都冷酷。你才认识几个科学家？半年倒计时开始了，但他不会坐着等死，他一定会做点什么蠢事。沈总，盛业集团的条件都在这儿了，年供货1000吨，年合同额2000万。马总痛快，能跟盛业集团合作是我们沈家老号的荣幸。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对赌条款您看清了，品质如果不达标，按3倍违约金赔偿，也就是6000万。没问题。不能签！你干什么？出去！爸，你现在的品质根本过不了他们抽检，签对赌就是自杀。胡说八道！我做酒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厂里的情况你比我清楚，老酒库存已经不够了，你拿什么去兑1000吨的量？大小姐怎么当着外人的面揭短啊？6000万违约金可不是闹着玩的，真要出事儿，公司直接破产。沈总，看来你们内部还没统一意见。马总见笑，小孩子不懂事儿。老子在这行干了20年，什么品控过不了，轮得到你来教训我？你这是在拿整个沈家老窖去赌！滚出去！合作愉快，沈总，等您的好酒。渊哥，出大事了！沈国林跟盛宴集团签了对赌协议。对赌协议？赌什么？年供货1000吨，要是品质不达标，赔3倍违约金，6000万。沈世涵在办公室跟他大吵了一架，没拦住，他硬是签了。二叔，你签了你的催命符。品鉴会上我告诉过你，窖泥在退化，你不信。现在你用3倍违约金赌自己能过品控关，你过不了的，因为你从来不懂，酒不是兑出来的。你不打算提醒他？提醒过了，第1集那天就提醒过了，他不听。对了，除夕快到了，沈国栋给全族人发了请帖，邀请大家除夕去鸿运酒楼聚餐。去吗？带上1瓶酒。来来来，大家共同举杯，敬咱们沈家的顶梁柱。国栋这回跟盛宴集团签了2000万的大单子，咱们沈家老糟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二叔厉害啊，2000万，这在咱们青龙镇可是头一份。沈渊啊，你那个废窖洞的小作坊弄得怎么样了？一天能酿出几斤酒啊？哎呦，你们可别笑话小渊，人家也是有志气，非要自己单干，就是这家得靠真金白银的投入，靠大厂的实力，靠几口破缸能酿出什么名堂？就是小渊，你二叔现在服个软，回厂里给你二叔打下手，总比你在那个破山洞里。二叔拿下了大单，确实该庆祝。我今天带了1瓶自己的酒，怎么想让大家尝尝你那作坊里的土酿？光喝一种没意思，把我这瓶酒跟二叔的酒倒在2个没有标记的杯子里，大家盲品。盲品？你那破酒也配跟我们厂里的精酿比？大家说哪个好喝，今天就喝哪个。二叔敢不敢？有什么不敢的？我倒要看看你能酿出什么马尿！拿杯子来，大家敞开喝，实话实说。
这个味道是守正活着时候的味道啊！沈渊，你是不是非要逼我死？我逼你什么了？你今天当着全族人的面故意下我的脸，你拿一瓶破酒来装什么神弄什么鬼？酒好不好？三爷爷已经给答案了。你少拿老爷子压我！我签了2000万的单子，我有现代化的生产线。对赌合同里写的很清楚，甲方有权在任意时间4检抽样。二叔，你的酒现在能过检吗？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胡说什么？今天的酒我敬的不是你，我敬的是30年前沈家的招牌。那个招牌你不配。给我分析这杯酒里的菌群配方。沈总，这酒的成分很复杂，像是老造瓷自然发酵的，很难完全。我不管多难，我要你逆向复制出来，一模一样的味道，必须给我弄出来，听懂没有？听懂了，听懂了。沈总，结果出来了1周，我们尽力了。这酒没法复制。我养你们干什么吃的？几条破细菌你们复制不出来？真不行，这核心菌群里有一种极罕见的复合己酸菌变种，它太娇贵了，只有在特定的温度、湿度、矿物质水源还有古老酵泥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存活。那就把那个菌种给我提出来，移到我们的窖池里去。活不了，绝对活不了。我们的窖池之前为了追求产量，被化学清洗过，菌群基底已经彻底被破坏了。就算拿到原始菌种移植过来，也会马上死掉。他沈渊能做出来，我就能！老窖池的泥是吧？黄四，带上家伙，今晚去废窖洞给我弄点东西出来。干什么的？偷东西偷到老子眼皮底下了！我路过，路过带个铲子，把桶给我放下！打开看看，没什么好看的。拿走，送给我二叔。渊子，你疯了！这是咱们的命根子，让他拿走，沈国栋不就全偷去了？回去告诉我二叔，这些酵泥离开这个洞3天之内，菌群就会死绝。他拿回去的就是一堆烂泥。伏藏取母从来不是一种东西，它是一套系统。离了这个窖洞，离了这口暗泉，离了我这双手，你让他沈国栋拿1个亿去砸，他也复制不出来一滴。哈哈哈哈哈！痛快！这老小子吓得屁滚尿流的。你真不怕他拿回去找专家研究？让他研究，他研究的越久，就越明白自己输在哪里。80坛，
冤子，整整80坛，上个月才20坛，咱们这产能翻了4倍了。周老板那边的第2批大单今天发货，别误了时辰。早装好车了，天宝师傅那边催得急，说咱们这酒在省城餐饮圈传开了，根本不够卖。商标注册下来了，挺好。极简的品牌标识，符合你这老古董的调性。我拿去印包装了。家人们，谁懂啊？今天在天宝时工，无意间喝到一瓶叫湖藏的白酒，这品质直接给我震撼到了。入口绵柔，回味有股奇特的酵香，简直绝了。喂，要100箱，没货，真没货，排队排到下个月了。对，是福藏酒罐，代理权暂时不放，您可以关注我们的线上店铺。沈渊，基础电商平台我给你搭好了，链接刚挂上去，库存瞬间秒空。我的乖乖，这帮人买酒不看价格的吗？电话都快给我打爆了。我已经把所有的客服通道都关闭了，现在只能下单，不能咨询。限量发售，每天只上10坛。从3万块起步，到现在月流水突破几10万，这才半年时间啊！500万播放量，各大平台都在找你，沈渊，你火了。酒火了，不是我火了。你这个人真的很无趣，你知道吗？无趣的人酿不出有趣的酒。周哥，沈渊，你听说了吗？听说什么？沈国栋的厂子最新一批货出事了，有客人喝出异味，直接把他们给投诉了，闹得很大。声音不对，老酒还剩多少？沈总，见底了！见底了？我不是让你省着点用吗？按您定的出货量，每天几千箱往外发，那点老酒早就熬干了。现在新出的这批货根本没老酒勾调。看什么看？干你们的活！沈总，这几瓶都是经销商退回来的，客人喝了说有异味，还有人喝完肠胃不适，直接去了医院。这群人就是嘴刁，找借口退货。不是借口啊，沈总，没有老酒压味儿，这新酒的杂醇油超标了。我建议马上减产，把这批货召回，重新调整工艺，保品质。减产？召回？你知不知道我跟盛宴集团签了对赌协议，断了供货，违约金你来赔吗？就是，动不动就减产召回，厂子不赚钱啦。可是沈总，没老酒，这口感真没法糊弄。增加老酒勾兑比例啊！刚才不是说了老酒没了吗？老酒没了就用调味液，去买合成香精，给我把那个酵香味调出来，产量1瓶都不许减。盛宴的单子可不等人。沈总，这是造假呀！这要是被检测出来，你不想干了是不是？不想干，马上给我滚蛋！加就加呗，多大点事儿。反正消费者喝不出来，他们懂什么纯粮酿造？
沈诗涵，加急的报告出来了。谢谢。检出食用酒精，检出合成香精，与标签标注纯粮酿造不符。婉晴，苏婉晴，别睡，听到没有？马上就到了，你给我撑住！退烧了。你这小伙子也是，背着人跑那么远的山路，鞋都跑掉了一只，不要命啦？现在的年轻人真够拼的，看把这小伙子急的，脸都白了，自己淋得跟落汤鸡一样也不管。沈渊，醒了，有没有哪里难受？我去叫医生。我没事。你知不知道你烧到多少度？39.8度，不要命了。数据不能断啊。我妈昨天给我打电话了，她骂我脑子进水了，放着大城市的好工作不要，窝在农村搞什么酿酒。她催我赶紧回去找个正经工作。那你呢？什么？你妈说你疯了，那你疯够了吗？还没呢。怎么停电了？不是停电，是有人把咱们的电给断了。发伯，怎么回事？赵绿芳那个毒妇，她找了供电所的关系，说咱们这片线路老化，需要电力线路维护，直接把主闸给掐了。那怎么办？煤电温控设备全停了，发酵池的温度降不下来，这批酒曲就全毁了。我去镇上找供电所。找个屁！人家走的是正规流程，拖你个10天半个月，黄花菜都凉了。太卑鄙了，明摆着要断我们的活路。断路？没电怎么了？你爷爷那年代连电灯泡都没有，照样酿出全省最好的酒。发叔，你的意思是，烧火蒸粮是老手艺，比什么现代化设备都靠谱。去后山砍柴、砍竹子，咱们搭土灶。大家好，这里是福藏酒业的百年废窖洞。今天我们遭遇了突发性的线路维护，全面断电。但传统酿造不会因为没有电就停止。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百年窖洞被断电，传统酿造何去何从？火候差不多了，再焖一会儿。这酒劲儿够足，数据反馈不错。哈哈哈哈！沈老弟，听说你们被断电了，我来看看你们还能不能交出货。尝尝。
这口感怎么有一股奇特的焦香，比之前的伏藏更醇厚。土灶柴火，主管冷凝，这叫烟火气。机器能酿得出来吗？不就是没电逼出来的土办法吗？能有多好喝？你不懂这东西的重要性，这是市场上非常稀有的品。沈老弟，这个烟火板我全都要了，限量款，我愿意出更高价格。周总，出高价，这会有点超常规啊。成交。赵立芳一直以为断了我的水电就能断我的路，他不明白，我爷爷那一代人连电都没有，照样酿出全省最好的酒。他断了我的电，我酿出了更贵的酒。周老板的定金到账了。到了。第一次觉得腰板真正挺直了。婉晴，我们不能只依赖单一来源，随着需求增加，我们必须找到更可靠的原料。该从哪里寻找呢？看来我得亲自过去看看。小沈，你的故事我听说了，被人断水断电，还能用土法子酿出好酒，是个爷们儿。李叔，按市场价走就行，您给的这个价格太低了，您会吃亏。你放心种，我的红缨子是全梁山最好的品种，给你这个价是教你这个朋友，以后你的酒卖遍全国，别忘了大凉山的高粱就行。李叔，只要我沈源还有一口气在，永远用您的。李叔，有了您的生产线，就能全速运断。好，等你们大叫起来，我亲自去喝第一口。这食品生产许可证太难办了，我都跑了3趟了，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可不是嘛，这小姑娘看着年轻，估计连门道都没摸通，今天肯定白跑。您好，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营业业照、场地证明，还有我们刚刚通过的伏藏曲母法食品安全认证和工艺标准化文件。伏藏曲母法，你们连这种古法工艺的安全认证都跑下来了？是的，每一项指标都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材料非常齐全，连环保评估和排污许可都提前做好了。审核通过，这是你们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恭喜，可以合法上市销售了。一次就过了，这准备的也太神了吧！人家那是真本事，连古法认证都能拿下来。吉时已到。正规军了，咱们终于不是黑户了。老爷子要是能看到今天，从今天起，伏藏酒可以光明正大的摆上全省的货架了。喂，苏婉晴，我需要跟你谈谈，面对面。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关于我爸的事，你必须来。找我什么事？这是我找省外机构做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检出食用酒精和合成香精，纯粮酿造，真是讽刺。我知道我爸在造假，我全都知道了。造假？现在这做生意的胆子真大，估计是卖假酒的，离远点。他骗了所有人，连我也骗。可是他是我爸呀，我能怎么办？我去举报他吗？你今天能坐在这里，把这份绝密报告拿给我看，说明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没有，我很乱。我不逼你做决定，你自己去想。堂哥，婉晴把报告的事告诉我了，
堂哥，我知道我爸在造假，但他是我爸，我真的下不了手毁了他。你今天来，不是来问我怎么做的，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你只是需要有人告诉你，做对的事不丢人。我以前对你说话很难听，但你今天来找我们，这不是需要勇气的事儿吗？谢谢。他的对赌合同快到第一次供货的检测节点了，你觉得他能过吗？过不了，除非他做一件更蠢的事。只能动你们了。沈总，突击抽检的结果出来了，品酒师全票否决，品质和约定的标准差距太大了。马总，这肯定有误会，这批酒我不管什么误会，给你1周，换货或者解释，过期按合同违约处理。老板怎么发这么大火？嘘，小声点。听说大客户要退货，咱们可能要发不出工资了。老板，盛宴那边怎么说？1周，让我们1周内换货。空了，全空了，连勾兑都没东西兑了。黄四，你去找中间商。找中间商干什么？去市场上打着高价收购的名义，把沈渊的伏藏酒都给我收回来。收沈渊的酒？老板，您这是把他的酒收回来，换上我们沈家老曹的包装，交给盛苑集团。老板，这可是别人的酒啊，万一被发现，不交货我们马上就得死。按我说的去做。沈渊，沈渊，出事儿了！天宝哥，慢慢说。你的酒在市场上突然被人批量收购，不正常。好几个中间商在到处扫货，价格出的奇高。二叔，你亲手给自己下了套。沈国春，他收你的酒干嘛？算算时间，马景峰的抽检应该出结果了，他拿不出合格的酒，所以偷梁换木。真不要脸！我这就去带人堵了那些中间商，不准他们卖。站住！让他把伪装的货送出去。你不怕他拿你的酒通过抽检坐实他的品质？到时候盛宴集团真以为他有这个实力？他通过了也没用，下一次抽检他拿不出同品质的货。而且，一旦被发现坛底有我的案迹，那就不是品质问题了，是商业欺诈，他会永不翻身。看看，换了包装，谁分得出来？老板娘，咱们拿别人的酒冒充，这要是被查出来……闭上你的乌鸦嘴，干活拿钱，少废话。查出来，这可是金奖品质的酒，盛宴集团那帮人喝了只会叫好，怎么可能查得出毛病？老板，这招真是绝了，偷天换月呀！只要过了盛宴抽检这一关，尾款一到，咱们就活过来了。黄四把市面上的伏藏酒都扫空了，你真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你的酒贴上沈家老窖的牌子？你不怕他拿你的酒通过检测，反而坐实了他的品质？万一盛宴集团真信了呢？他通过了也没用，因为下一次抽检他拿不出同品质的货，而且每一坛伏藏酒的坛底都有陈叔用刻刀刻的案迹，一旦发现底部异常，那就不只是品质问题了，而是责任问题。处理不当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必须谨慎应对。你有时候让我觉得紧张。紧张什么？怕你太冷。不冷，是疼够了之后才长出来的硬壳。暴风雨要来了。
沈总，这批货可是你们沈家老灶的生死牌了。马总放心，绝对是最高标准，您尝尝。品质确实回到了之前的水准，醇厚回甘快，是好酒。那是自然，我们沈家老灶的金字招牌，绝对经得起考验。品质不错，抽样送实验室。马总，这您不是尝过觉得挺好吗？不过我们流量做深度检测，希望每一批都能保持这个水准。应该的，应该的，真金不怕火炼。100万，沈渊，你看，我们的电商平台月销突破100万了。哎，你听见没有？100万，这可是纯靠口碑打出来的市场。知道了。哎，你就这反应，这可是我们翻身的第一仗。这只是个开始，钱不重要，重要的是酒出去了。我在等。等什么？等对面的雷炸开。菌群指纹就是酒的 DNA， 你用 A 窖康的酒冒充 B 窖康的产品，做一次微生物分析就能识别。沈国栋，你偷的不是酒，是自己的催命符。沈总，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盛宴那边的合同马上就走完流程了，这单子一签，咱们沈家老饕在市里就彻底横着走了。沈渊那个废物拿什么跟您斗？闭嘴！沈总，我说错什么了？菌群指纹，他把底裤都给掀了，只要一做检测，全完了。喂，马总啊，我是老沈。沈总，有事儿。马总，是这样，昨天你们抽走的那批留样，我回去想了想，觉得还不是我们最好的酒。为了体现咱们合作的诚意，我想派人把留样取回来，重新给您送一批顶级的过去。沈总，留样是标准品控流程，取回不了。马总，通融一下，我马上亲自送新酒过去。沈总，流程就是流程。您放心，如果品质没问题，检测只会证明您的实力。沈总，马总怎么说？换个六样多大点事儿啊？证明实力，这是要我的命啊！阅读量破万了。好几个行业大 V 都转发了我的论文，现在圈子里都在讨论菌群指纹溯源技术，我们要不要主动出击，把对比数据直接发给盛宴集团？不需要，就这么干等？万一马锦州没看到论文呢？论文已经放出去了，行业里的人都会看到。马锦成不傻。他花那么多钱买酒，一定会自己做检测的。我们只需要等他来找我们。马总，沈家老灶的六量数据出来了，两组菌群数据完全不匹配。马总，
两组菌群完全不匹配。沈家老糟这批交货样品的菌群特征和他们自家教科的流量对不上。那跟谁对得上？更接近最近市场上很火的那个福藏品牌。而且我还收到了一份匿名数据包，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福藏酒的菌群对比数据。这数据和我们刚测出来的交货样品菌群高度一致。马总，沈国栋交的货根本不是他自己酿的，别人的酒贴自己的牌来。好，过。这是沈家老灶第一批交货的六阳。是的，马总，一直封存着没动过。张律师，马上来公司一趟，准备起诉沈家老窖涉嫌商业欺诈，我要让他们赔到底朝天。老沈，盛宴集团那边有动静了，我打听到的确切消息，马锦渊没找沈国栋，他在找律师。知道了。这什么味儿啊？怎么一股发馊的酸臭味儿？干什么呢？开个坛磨磨唧唧的。这批货下个月就要交盛宴了。沈总，您自己看吧。这他妈是怎么回事？酒呢？怎么全发酸了？沈总，这批酒全废了，外头连续2周40度高温，车间空调根本压不住，咱们轿车里的菌群本来就退化了，高温一击，菌群全死了，残留的都是杂菌，高温把最后的底子烧没了呀，全废了，一缸都没留。我刚抽查了10几个缸，全都是这个味儿，发酵彻底失败了，根本没法喝。不可能，不可能的，没有老酒勾兑，现在连新酒也酿不出来，下个月拿什么交货？沈总，要不再去沈渊那边弄点儿？弄个屁！他现在防得跟铁桶一样，而且他发了那篇菌群论文，现在谁都知道他的酒有独一无二的菌群指纹，拿他的酒冒充，一查就露馅儿。外面连续半个月40度高温，镇上好多酒厂的发酵都停了，咱们这山体深处的窖洞倒是一点没受影响。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酒师，这洞里的微气候是几百年形成的，外头再热，这里面的菌群也活得舒坦。新一批的发酵非常完美，品质依旧卓越。沈国栋那边只怕日子不好过了。喂，马总啊，哎呀，前几天太忙了，没顾上接您电话。沈总，这通电话是我律师建议我打的。律师？马总，您这是开什么玩笑呢？我们在流量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马总，是不是酒的口味有微调？这高温天气嘛，多少有点影响。您放心，下一批货我保证。我建议我们面谈。另外，沈总，
你交给我们的上一批货的坛底有个字“冤”，你给我解释一下。沈总，这是马总委托我送来的正式通知函。马锦成先生正式决定终止与沈家老骚的对赌合同，理由是严重商业欺诈以及产品品质不达标。什么欺诈？你们别血口喷人啊！用他人产品冒充自家供货，证据确凿。按照合同约定，沈家老焦需要支付3倍违约金，共计6000万。6000万？老板，马总这事儿做得太绝了，咱们要不砸东西发泄发泄？你骂我2句也行啊。老板，你别吓我呀！咱们现在怎么办？账上哪有6000万啊？老板，你去哪儿？去废胶洞。二叔，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破地方？阿元，你开个价，多少钱都行。你帮我过了这一关，以后我给你让出1半市场，不，大半市场都行。只要你给我供酒，帮我把马总的窟窿等填上。二叔，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不是你赶我走，不是你断我水电，也不是你派人砸我酒，是你用抠兑和造假，毁了爷爷用一辈子建立的沈家2个字儿。你以为你在保护生意，其实你在往沈家招牌上泼粪。我没有办法，现在的市场就是这样，我不这么做，酒厂早倒了。别把你的无能推给市场，是你自己逼死了你自己。阿渊，我是你二叔啊，只要你点头，沈家老灶还能活。我可以救你，但我选择不救，因为你不值得。老板，黄四，把你老板带回去，别让他再来了。老板，咱们走吧。方哥，看什么呢？大新闻，如果这些数据是真的，这不是一个品质问题，这是系统性的商业欺诈。沈家老糟检出食用酒精和合成香精，这可是老牌子啊！林教授您好，我是省台的小方，我发给您一份菌群指纹比对数据，您看了吗？我看了，这份数据非常详实。这种比对方法在法律和科学上站得住脚吗？
菌群指纹比对的科学方法论完全可靠，我可以以我的学术声誉担保。谢谢林教授。马总，我是省台记者，关于盛宴集团和沈家老糟的合作，我收到一些内幕消息。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马总，我手里有确凿的造假证据，盛宴集团也是受害者。如果您愿意发声，对您也是一种保护。我可以配合你确认情况，但我要求绝对匿名。没问题。证据链闭环了。汤哥，诗涵，我准备好了，我手里有公司的内部财务账目和完整的勾兑记录，如果方记者需要，我可以提供。诗涵，你想好了吗？这一步走出去。我想好了，我不想等到我爸害死人之后再后悔。近期，我台接到多方线索，老牌酒企长期使用食用酒精和合成香精勾兑白酒。根据权威机构的菌群指纹对比，其核心产品并未经过传统窖池发酵，而是通过菌群指纹技术生产，与传统窖池发酵的产品在菌群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赶紧把菜单上的沈家老窖全划掉，客人都来问了。这牌子算是彻底臭了，全撤下来。同时，盛宴集团也向本台确认，他们在合作中遭遇了偷酒换包的欺诈行为，内部财务账目和勾兑记录更是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退钱，无良商家。百年老灶，百年勾兑吧。一个靠造假维持的品牌注定崩塌，而在这场风暴中，一个从废弃窖洞里走出来的年轻酿酒人，用一坛真正的好酒，让所有人重新思考什么是百年传承。沈国栋，退钱！今天必须把货款退给我！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解释。新闻那是乱报道的，人家连内部账本都爆出来了，超市全都下架了。我压了300多万的货，你让我怎么活？退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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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里现在没那么多现金，大家宽限几天。哎，等等，兄弟！完了，全完了。你在想什么？在想我爸，如果他还在，不知道会替他弟弟难过，还是终于觉得可以闭眼了。沈渊啊，你二叔刚才被救护车拉走了。刘叔，怎么了？血压飙到200多，在厂里当场晕倒了。这可怎么办啊？
老沈要是挺不过去，这家就散了。护士，我老公怎么样了？病人血压降下来了，暂时脱离危险，需要静养。没天理呀！沈月那个小畜生，这是要逼死我们家呀！这不是电视上说那个造假酒的老板娘吗？坑了那么多人，还有脸在这耗丧，活该！看什么看？滚！都给我滚！死丫头，你去哪儿？你爸都这样了，你还乱跑！公司内部财务账目、完整的勾兑记录，还有我爸下令造假的录音，都在我手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知道，我在救我爸，不是通过帮他掩盖，是通过让真相提前出来。如果继续下去，迟早会有人喝出问题，到那时候就不是罚款和赔偿了，是坐牢。我不想等到我爸害死人之后再后悔，提前揭露至少还能让他少坐几年。我以前对你说过很难听的话，但你今天做的选择比任何人都勇敢。你想好接下来去哪儿了吗？想清楚了，来找我。沈家老造内部员工提供造假铁证，完整的勾兑记录和内部财务账目显示，该企业长期使用劣质酒精勾兑。盛宴集团已确认遭遇商业欺诈。省食安部门今日联合进驻调查。新闻综合频道，沈家老糟假我靠，这可是省里的名牌酒啊！居然是酒精勾兑的。内部员工爆料，这还能有假？我昨天刚买了2箱，准备送老丈人。这要是喝出毛病，谁负责？黑心企业必须严惩，赶紧退货去！网上全炸锅了，都在骂呢。这沈家老焦算是彻底完了。退钱！沈国栋呢？让他滚出来！拿这种假酒坑我们！我的客户现在全在找我索赔，大家冷静点，老板不在，我们也没办法呀。冷静个屁！这酒我喝了半个月，天天头疼。你们老板就是个杀人犯！退钱！今天不退钱，我们就把这厂子砸了！快点儿！银行账户马上就要被冻结了，能拿多少拿多少。你在干什么？干什么？跑啊！厂子被查封了，经销商全堵在门口要债，再不走，我们都得进监狱。去机场，我们出国。死丫头，你干嘛？松手！妈，你跑不了的。你放屁！我找了蛇头，今晚就能走。你赶紧去收拾东西。海关早就联网了，你连省都出不去，跑了只会更惨，罪加一等。那怎么办？留下来等死吗？你爸一辈子的心血全毁了，那些要债的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了。留下来面对，这是唯一的出路。该赔偿赔偿，该坐牢坐牢。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家？全完了，什么都没了。
如果我活不了，你也别想活。沈渊，你算计我！我今天砸了你这破教池，我活不成，你也别想好过！你赢了行不行？你要钱给你钱，要场子让给你，别逼我了！别逼我了，给我留条活路吧！二叔，你一开始就错了，不是我在逼你，是你自己逼死了自己。当初你把3万块砸在我面前说，拴条狗都能干，现在你知道了，那条拴着的狗是你自己。黄四，把你老板带回去，别让他再来了。不去看看他吗？该看的人看就行了。沈家老糟酒业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依法吊销，责令停产整顿，相关责任人涉嫌食品安全犯罪和商业欺诈，移送公安机关调查。沈国栋，退钱，退钱！厂子倒了，咱们工资找谁要啊？他欠了6000万违约金，加上咱们的退款和赔偿，负债过亿了，他的资产全被冻结了，活该！造假酒害人，这辈子都在牢里过吧。那边疯了。该我们做的事儿做完了，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事儿。法院公告，沈家老焦酒业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资产将在1个月后公开拍卖。更重要的事儿是什么？我要把老厂买回来。你要买回老厂？你疯了？那个地方给你带来多少伤害，你忘了？小沈老板，那厂子现在就是个烂摊子呀。这个厂是我爷爷建的，沈国栋毁了它，我要买回来，但我不是要恢复原样，我要把调动技术和工厂产能结合，做一个对得起沈字的品牌。说得好，算我一个。资金我来出，
但我投你不是因为情怀，是因为你的酒值这个价。盛宴集团的渠道已经为你打开，只要产能跟上，市场就是你的。沈家老糟酒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起拍价30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3500万。那是外省的资本大鳄吧？看来这块地他们势在必得。4000万。那不是沈渊吗？他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弃子，哪来这么多钱？你消息太滞后了，人家现在有大老板投资，古法酿酒卖得可火了。4500万。5000万，外加全盘接收原厂所有符合条件的熟练工人，补齐拖欠工资。5000万，并承诺解决工人就业。还有更高的吗？成交！恭喜沈渊先生。笔迹不对，这不是我爸的签名，这是伪造的。签名是伪造的，财务报告也是假的。我和弟弟国栋一起继承了父亲的酒坊，我负责酿酒，他负责经营。后来他说要公司化改制，让我签了一些文件。我不太懂法律的事儿，但后来我发现我的股份被转走了。我想这一定是弄错了，国栋不会真的……唉，这封申诉信你爸写了很久，最后还是被沈国林截下来了。你爸不是不争，是太善良了，他到死都相信自己亲弟弟不至于害他。发叔，拿去报案吧，爸的冤我必须还他。我的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恭喜！有几所大学给我发了邮件，他们邀请我去做研究员，还有博士后。好事，去大平台，你的技术能发挥更大作用。如果我留下来，不去那些大学，你会觉得我是为了你放弃前途吗？你的前途在哪儿，你自己决定。但我的调动如果少了你那个惹人烦的检测仪器的声音，大概会安静的让人睡不着。沈渊，你是不是在用你最别扭的方式让我留下？是。从这里重新开始。
这大老板怎么在大门口挂个破木牌？这就是人家念旧，没看现在人家订单都排到明年了。沈总，您从一个废旧窖洞起步，做到今天行业里的最大黑马，现在新厂落成，你有什么感想？我不是什么黑马，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把酒酿好。酒自己会说话。你能不能在采访的时候不要这么冷？我说实话而已。算了，你高兴就好。哈哈哈哈哈哈！哎，好，酒自己会说话，开工，开工！被告人沈国栋涉嫌商业欺诈、食品安全犯罪、合同诈骗等多项罪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前多风光的大老板，现在站在这儿，活该。原告，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证据或陈述吗？法官，我有一份物证。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父亲沈大叔的酒。酒不谎。法官，我父亲沈大柱生前没能说出真相，但他留下了一个酒杯，杯底3个字：酒不谎。酒不会说谎，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本案事实已查清，将择期宣判。休庭。爸，听到了吗？酒不谎。紧张吗？不紧张，我的酒替我紧张了。他在坛子里已经准备了60天。你真的太会说话了。你不是说我不会说话吗？你只有跟酒说话时才会说。快看，那个就是南方省菜的黑马沈渊，一个小破厂子而已，到了全国赛还不是当炮灰？你看看周围哪家不是百年老字号？是北方百年老字号的少东家。你就是沈渊，伏藏的酿造者。我是。听说你的酒很有灵气，我能尝尝吗？请。少东家居然给他鞠躬！好酒，赛场上见。各位参赛代表，全国白酒品鉴大赛第1轮盲品现在开始。第1轮盲品成绩已出，请看大屏幕。获得第1轮并列第1名的是北方百年老字号以及南方伏藏。并列第1，一个小厂竟然和百年老字号并列第1，这2家酒企将直接进入最终的决赛轮。全国白酒品鉴大赛决赛轮现在开始。决赛共分3轮盲品，综合得分最高者将摘得本届大赛的桂冠。
第一轮得分，百年老字号95分，伏藏95分，双方打平。平了，居然跟百年老字号打平了！别急，这才是第一轮，底蕴这东西越往后越明显。你的酒很烈，但后劲儿不知道足不足，你尝尝就知道了。第二轮得分，百年老字号98分，伏藏96分，百年老字号暂时领先。看到没？小场子就是小场子，第二轮就显出疲态了。黑马能跑到这一步也算不错了。擦擦汗，就差2分，第3轮我们还有机会。少东家说的对，第二轮的酒体确实不够稳。第3轮，喝口水。师傅，紧张了？百年老字号的底子太厚了，我怕什么？怕输？别想结果，上了赛场，你就不是来比赛的。那我是来干什么的？你就做你平时做的事儿，闻菌群的呼吸。酒是活的，你听懂了它，它就会替你说话。我明白了。第3轮盲品也是决定胜负的最后一轮，现在开始。那是什么？连个包装都没有，破罐子破摔了吧？这是伏藏，窖藏3年，用窖洞最深处第一批发现的暗泉水和最原始的那坛曲母酿制。怎么回事？怎么都不说话？难道是酒出了问题？经过评委组的慎重打分，本届全国品鉴大赛的金奖得主已经产生。肯定是少东家，百年老字号，稳得很。那还用说？那破泥坛子能拿奖，我把杯子吃了。获得本届全国品鉴大赛金奖的是伏藏窖藏3年，恭喜沈渊。谢谢评委，这个奖不是我一个人的，它属于一个倔老头，他在别人都嫌臭的破洞里看到了宝藏；属于一个书呆子，他用显微镜看到了肉眼看不到的生命；还属于一个酿了一辈子酒的老师。他用40年的手教我什么叫翻曲。这坛酒是他们3个人的，谢谢。这小子真他娘的绝了，说的我都想回去酿酒了。我说的心服口服。承让。你的酒有一种东西，我们花100年也做不出来，执念。明年大赛我还会来，希望你的酒对得起这块金牌。
沈渊，你上热搜了！你上热搜了！领奖台的照片全网都在转。喂，沈总您好，恭喜拿下金奖。我们是鼎盛风投公司，有事吗？我们公司想跟您谈一个合作方案。 5000万美元，这只是第一期。5000万，还是美元？乖乖，这得卖多少坛酒啊？有了资本，福藏可以快速全国扩张，3年内建设300家直营品牌店，5年内直接冲击上市。条件呢？鼎盛风投需要51%的控股权，当然，日常运营还是你们团队说了算。不行，绝对不行！陈叔，您先别激动，听人家把话说完嘛。5000万美金啊！听个屁！资本哪有不想掌权的？他们进来第一件事就是催你上产量、降成本。你爷爷的酿法慢、贵、费工，他们不会允许的，这酒的魂就没了。陈师傅，您多虑了，我们尊重传统，但商业讲究效率，发酵周期缩短个10天半个月，普通消费者根本喝不出来。喝不出来？你当喝酒的人是傻子吗？少1天都不行。那个，我觉得可以谈谈，咱们接受注资，但在合同里写明保留技术否决权，酿酒的事儿还得咱们拍板，对吧？没那么简单，扩张不是坏事，但扩张速度和品质控制之间必须找到平衡。一旦签了对赌协议，产量指标压下来，技术否决权就是一张废纸，到时候为了完成利润，只能牺牲品质。苏小姐，你这是在阻碍企业发展。5000万的现金流，多少人求都求不来。沈总，金牌的热度只有几个月，不趁现在把盘子做大，等热度过去，你们还是个小作坊。渊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有了这笔钱，咱们就能把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全踩在脚下。沈总，机会不等人啊！给我1天时间。沈总，合作愉快。关于这份合同，我不签。渊哥，你疯了！那可是5000万美元。沈总，我希望你不是在开玩笑。拒绝这笔钱，你们很快就会被那些拿着资本的酒商挤死。如果是比拼烧钱，我们确实赢不了。但酿酒，比的不是谁钱多。哼。商业社会不看钱看什么？情怀能当饭吃吗？我爷爷用60年做了一坛好酒，你用6个月想控制一个品牌，我们的时间幅度不在一个维度上。沈总，你知不知道你拒绝了什么？我拒绝了变成赚钱机器，但我有个新的提议。我不接受控股收购，但我愿意出让5%的股份，接受一笔小额战略投资。福藏酿酒文化体验中心，结合我们的窖洞文化遗产，让消费者不仅能喝酒，还能看到酒是怎么酿出来的。这笔钱只用来建这个中心。这种长线投资回报周期太长了，酒越陈越香，品牌也一样。如果你想要快钱，出门左转。如果你想投一个能活100年的品牌，签这份。沈总，你是个疯子，但我不得不承认，你这种疯子有时候真能成事。这份新方案，我带回总部走流程。渊哥，这坛酒不卖啊？
卖卖卖，你就知道卖，这叫封藏。为什么选这坛？这是今天早上刚出的新酒，也是我们拒绝资本后酿出的第一坛酒。这坛酒留给以后，等10年再开，到时候就知道时间给了他什么。这里可以做半开复式参观道，让人看到酒是怎么酿的。旁边设立互动区。光看不够，还得有人教。招聘启事已经发出去了，今天就有几个来面试学徒的。传统手艺得有年轻人接班。谢谢沈总。黄六，20岁，没有相关经验。没有。小伙子，酿酒是苦差事，看你这打扮，能吃苦吗？我能。你很面熟，我们是不是见过？沈总，我哥是黄四。黄四的弟弟，你来干什么？捣乱是不是？我没想捣乱，我知道。我以前也跟着他混了，但我现在学门手艺。出去！我们这庙小，容不下你们黄家人。等等，闻闻这个。沈渊，你疯了！黄四的人你也敢用？酒。废话，来酒厂面试，连酒都闻不出，不如把鼻子割了。还有，不是酒，这么良情的泥土，很老很老的泥土味，带着点腥，又带着点香。沈总，你还肯收我吗？你哥做的事儿归你哥，你的鼻子归你。去领工作服，明天早上6点准时到教动报道。谢谢沈总，谢谢沈总。渊子，这可是个定时炸弹。陈叔，好鼻子难找，他要真有这天赋，我愿意赌一把。停！你当这是铲煤呢？区块是活的，你这么粗鲁，把他们都摔死了。陈师傅，那该怎么弄？手要像这样轻稳匀，你翻的每一下他都能感觉到，你要顺着他的脾气来。我懂了。你看这是谁？要饭的吧？咱镇上没这号人啊。什么要饭的？沈国栋，以前沈家老糟的老板。我的天，他不是在牢里吗？怎么老成这样了？头发都白完了。造孽呀！哎，那个老头站那儿干什么呢？别在厂门口瞎转悠，走，挡着货车进出了。沈渊，你二叔回来了。阿元，你恨我吗？我恨过，但酿着酿着，恨就淡了。恨太浓，酒就不纯。你爷爷的味道，我这辈子酿不出来，从一开始就酿不出来，所以我才用别的办法去争，争着争着，就把人都丢了。二叔，你以后有地方住吗？后山的老房子还在，你如果愿意去住，没人会赶你走。
装慢喽，走车。大爷，今天里面这么热闹，您在这儿卖花生米，这你就不懂。里边开新酒，那伏藏酒香的很，光闻味不配点我的5香花生米，那舌头能答应吗？来2包，沾沾。刚出锅的花生米配好酒喽。今天是伏藏新酒开坛的日子，也是体验中心开放的日子。这段时间，伏藏经历了很多事儿。有人问我酿酒到底靠什么？配方、设备和人心酿出来的。捷径酿不出好酒，也活不出好人生，永远无法被替代。下面有请伏藏终身酿酒师陈德发师傅为新酒接风。好香的酒味，真香啊！爷爷，酒酿出来了。爷爷，您以前总跟说，酿酒最重要的不是手艺，是心性。心里有杂质，酒就浑；心里干净了，酒才透亮。我用了整整3年，才把心里的恨全酿干净了。剩下的日子，我不想别的了，我就想安安稳稳的只酿酒。当年刚认识的时候，你说你就是一堵硬墙，谁撞上来都得头破血流。我那时候偏不信邪，我就跟你说，我想看看这堵墙后面到底是什么。那现在呢？看到了吗？看到了，墙后面是一整片风景，比我想象的好看多了。对了，有个事儿差点忘了跟你说。什么事儿？黄六今天独立完成了第1批番区，发叔去验收了，说合格。合格？发叔那个死标准，他真亲口说合格了。真说了，不光说了，发叔转过身还偷偷抹了把眼泪呢。发叔哭了。是啊，当时旁边围着好几个工人看热闹，全都傻眼了。大家还以为发叔眼睛进砖灰了，谁敢信他能夸黄六呢？走，干嘛去？去看看。见鬼了！黄六这小子平时毛手毛脚的，可不是，刚才发叔居然冲他点头了，我还以为我昨晚酒没醒眼花了呢。这小子算是熬出头了，能让发叔点头，祖坟冒青烟了。你爷爷当年教我番曲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什么表情？看着后辈的手，接住了自己的手艺，放心下来的表情。还没到时候。这都什么年代了，全是电脑精准控温，大老板怎么还光着膀子自己接酒？你懂什么？机器能控温，控不了酒魂。从老酒坊开张第1天起，它就是这规矩，雷打不动。比上一批又好了一点。你能不能不要每天凌晨4点起来？你的酒不需要你像个苦行僧一样。你尝尝。我怀孕了，不能喝酒，你忘了？闻一下总行吧？又好了一点。爷爷说，酿酒最重要的不是手艺，是心性。心里有杂质，酒就浑；心里干净了，酒就透亮。我用了3年，把心里的恨酿干净了。剩下的日子，我想只酿酒。刚蒸馏出的新酒，掐的酒头，你尝尝。这叫你可是咱们的宝贝。好臭啊！轻点摸，这泥中比你爷爷年纪还大。大家看这组数据，这是生态系统恢复后的活性表现。拿好拿好，下酒绝配。各位好，我是伏藏市场总监沈诗琪，这边请。又是新一批的。比上一批又好了一点。每一批你都说比上一批好了一点，你打算好到什么时候？好到有一天，我倒一杯酒放在爷爷坟前，风把酒香吹过去，他会在那边点一下头，